到观音菩萨面前，到底该怎么求才能真正与菩萨的愿力相感应？很多人拜了一辈子观音，却不知道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只有3句话。这3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它有顺序，有逻辑，更是符合天道的。第一句求平安，先稳住自己的根；第二句求渡过难关，化解眼前的劫；第3句才是真正承接福报的关键。那么这3句话到底要怎么说？为什么顺序千万不能颠倒？今天我就把这3句话一字一句讲清楚，尤其是最后一句，请你一定要记牢。因为当你的心念、顺序和发愿都对了，你会发现真正开始改变的不只是眼前这一件事，而是你整个人生的福气。第一句话，求平安，稳根基。我们现在来讲第一句话。你走进庙里，先把心定下来，看着菩萨慈悲的法相，要在心里默默念出这第一句口诀：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愿慈悲护念，愿家人身心安康，平安顺遂。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，这也太普通了吧，我大老远跑来光求个平安，这算什么秘法？这就是你们不懂了。老祖宗说平安是大福，这句话不是安慰穷人的废话，这是宇宙间最核心的真理。大慈大悲的磁场，第一步不是给你金山银山，而是先帮你把浮躁混乱的心给定下来，帮你把家里的根基给稳住。我讲一个真实的案例给你们听。在台中有一位做外汇办桌的总铺师，我们叫他阿水师傅。阿水师傅50出头，手艺那是没话讲，什么红鲟米糕、佛跳墙，只要是他掌勺，那流水席绝对是宾主尽欢。因为生意好，阿水师傅仗着自己年轻时底子好，把身体当铁打了用，每天早上4、5点去果菜市场批货，白天备料，晚上办桌，回到家还要盘点算当天的盈亏，一天睡不到4个小时。他太太看他这样心疼啊，常常劝他：阿水啊，钱赚够用就好，你血压那么高，医生都叫你多休息，你不要命了。你猜阿水师傅怎么回？他说：我现在不拼，以后拿什么给儿子买房，拿什么给女儿出嫁？我不去赚这个钱，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啊，我这么辛苦还不都是为了这个家？太太无奈的眼泪直掉，只能默默去厨房帮他洗碗。阿水师傅觉得自己很委屈，很伟大，他每个月初一15也去拜观音，但他求的是什么？菩萨啊，保佑我下个月能接到镇长嫁女儿的200桌大单，保佑我能换一台新的冷冻车。但他从来没有求过平安。结果呢，老天爷要收你的时候是不会跟你打招呼的。有一回夏天，天气热得像烤炉，阿水师傅接了一场庙会的100桌大宴，中午气温30几度，他在帆布搭的棚子里对着10几个大锅炉炒菜。突然间，他觉得后脑勺像被重锤敲了一下，眼前一黑，右手里的锅铲哐当一声掉在地上，整个人直挺挺地往后倒了下去。徒弟们吓坏了，现场乱成一团，救护车的鸣笛声划破了中午的宁静。阿水师傅中风了，他在加护病房躺了整整7天，命是捡回来了，但右半边身体完全瘫痪，话也说不清楚，嘴角一直流口水。这下子天塌下来了，已经收了定金的客人跑来家里要求退钱，底下的徒弟看苗头不对，纷纷辞职另谋出路。太太每天要在医院照顾他，还要应付债主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苍老了10岁。而阿水师傅半辈子没日没夜赚来的积蓄，就像流水一样，全部砸进了医药费、看护费和违约金里。阿水师傅躺在病床上，看着泛白的天花板，心里那个恨啊，他恨老天爷不长眼。我没做过坏事，我拼命赚钱养家，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这样惩罚我？中医常讲，心火太旺，肝气郁结，人就容易冲动，生大病。阿水师傅变得脾气非常暴躁，左手能动就把床头的饭菜全部打翻，甚至指着太太骂，怪他没照顾好自己。太太只能躲在病房门口捂着嘴痛哭。就这样折腾了半年，家里乌烟瘴气，钱也快烧光了。有一天，太太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阿水师傅到了清水的紫云岩。那天不是初一15，庙里人不多，太太把他推到观世音菩萨的大殿前。
自己跪在旁边，双手合十，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一直掉，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阿水师父坐在轮椅上，闻着大殿里那股沉静的檀香味，抬起头看着观世音菩萨那张微微低垂、慈悲悯人的法相。那一刻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阿水师父突然觉得菩萨好像在看着他，看着他这半辈子的张狂，看着他的自以为是，看着他对妻子的苛刻。他突然懂了，他以前赚了再多的钱，给这个家带来的不是幸福，而是恐慌。他自以为是的为了这个家，其实是用透支生命的方式，把全家人拖进了无底深渊。阿水师父的眼眶红了，他那僵硬的右手无法合十，他只能用唯一能动的左手，吃力地扶着轮椅的扶手，低下头，眼泪滴答滴答地落在自己的大腿上。他用含糊不清的声音，在心里默默地念出了那句话：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弟子知错了，我不求大富大贵了，愿菩萨慈悲护念，愿我家人身心安康，平安顺遂。各位乡亲，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？当阿水师父放下他那个要赚大钱，要争一口气的执念，真心诚意祈求家人平安的那一瞬间，他的磁场彻底翻转了。他不再怨天尤人，回到医院后，他不再发脾气，他开始配合医生，忍着剧痛做复健。太太端饭给他，他会用左手握住太太的手，含糊地说一句：老婆，辛苦你了。他的心定下来了，家里的气氛就变了。太太脸上有了笑容，儿子也懂事了，下课后主动去厨房帮忙整理器具。更神奇的是，因为阿水师父不再焦虑，他的血压稳定了下来，复健的进度突飞猛进，连医生都惊讶。原本以为他这辈子都要躺在床上了，没想到1年后，他已经可以拄着拐杖自己慢慢走路了。虽然他不能再亲自掌勺颠锅，但他用左手拿着笔，把这几十年的私房食谱写下来，手把手的教给他儿子。现在他们家的小型加工厂重新开张，不接大型流水席了，改做精致的年菜、真空包，生意没有以前大，赚的钱也没有以前多。但阿水师父每天晚上10点准时睡觉，周末一家人还能去公园散散步。后来他对我说：老师啊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晚上能安安稳稳睡个好觉，看到老婆孩子在身边笑，不愁吃穿，这就是最大的福报啊！以前那些几百万的单子，现在送给我，我都不换。各位，这就是第一句话的威力。你心不安，身体必生病；你家不平，万事皆不顺。当你到菩萨面前，放下那些贪求，真心祈求身心安康、平安顺遂的时候，你就是把生命的地基重新打稳了。地基稳了，即使外面狂风暴雨，你这栋房子也绝对倒不了。第二句话，渡难关，心定生智慧。各位乡亲，前面我们讲的第一句话，求平安，平安稳住了，地基打好了，但这不代表你这辈子就风平浪静、无灾无难了。人活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尤其是人到中年，谁没遇过几个坎？遇到这种大难关，很多人是怎么做的？慌啊，乱啊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病急乱投医。结果呢，往往是小洞补成大洞，最后倾家荡产。这个时候你要记住，到观世音菩萨面前，你要念的第二句口诀是：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愿我面对困境时心定不乱，逢凶化吉，平安度过难关。为什么是心定不乱？我跟各位讲一个非常关键的玄机。风水里面最怕什么？最怕气散跟气乱。你心里一慌张，你的脑波是混乱的，你的气血是不平的，磁场就是破裂的。这个时候你吸引来的全是霉运、小人跟烂桃花。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他不是直接丢一袋现金在你面前帮你还债，他是给你一根定海神针，让你在狂风暴雨里面稳住阵脚。心定了，智慧才会生出来，有智慧你才能看破眼前的死局，找到逢凶化吉的路。我讲一个高雄淑芬姐的故事，你们仔细听，看看是不是就在讲你们身边的人。淑芬是一位单亲妈妈，40多岁，早年先生在外面欠了一屁股赌债跑路了，留下她一个人带着2个还在念高中的孩子。淑芬很坚强，她在高雄新浦江商圈附近租了个小店面，卖韩国批货来的女装。前几年景气好的时候，淑芬靠着嘴巴甜，
眼光准，生意做得有声有色，勉强把2个孩子拉拔长大。可是后来大环境变了，淑芬的店连续半年入不敷出，为了把生意撑下去，他听了朋友的怂恿，跑去借了高利贷，进了一大批秋冬新装，想在过年期间狠狠赚一笔翻身。结果呢，老天爷不赏脸，那个冬天根本不冷，衣服全部囤在仓库里，一件都卖不出去。这下子淑芬彻底垮了，高利贷的利息是滚雪球的，1个月不到，连本带利翻了1倍。那些催债的人做事有多狠，不用我多说吧。淑芬吓坏了，她不敢开店，不敢回家，每天带着2个孩子躲在便宜的旅馆里。她看着2个孩子因为害怕而发抖的眼神，心里像被刀割一样。有一天晚上凌晨3点，淑芬失眠，她走到旅馆的窗边，看着楼下呼啸而过的车子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可怕的念头：如果我现在从这里跳下去，保险金是不是够还债？孩子是不是就解脱了？人在绝境中，磁场是最黑暗的，很容易就被那些负面的阴气给牵走。好在淑芬的命不该绝，隔天清晨，她像行尸走肉一样走出旅馆，不知不觉走到了一间观音庙前。她走进去，扑通一声跪在观音菩萨面前，眼泪像决堤的河水一样涌出来。她没有说话，就是一直哭，一直磕头，把额头都磕破了，心里全是不甘心和恐惧。这时候庙里一位在打扫的老师傅走过来，递给他一张卫生纸，叹了一口气说：女众啊，心先定下来，菩萨才会给你指路，你的心太乱了，就像一潭浊水，菩萨的光照不进去啊。淑芬抬起头，满脸泪水地问：师父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老师傅指着上面那尊观音像，轻轻地说：遇到过不去的坎，不要哭，不要慌，你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默念：愿我面对困境时心定不乱。你的心先定下来，菩萨才会给你指路。淑芬听了老师傅的话，闭上眼睛。一开始他脑子里还是那些催债人的凶神恶煞，还是房东催租的嘴脸，但他强迫自己深呼吸，一遍又一遍的在心里默念：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愿我面对困境时心定不乱，平安度过难关。念了10几遍之后，奇迹发生了。淑芬原本狂跳的心脏慢慢平缓了下来，原本紧绷到快要断掉的神经慢慢松开了。当他的心一定，他的脑袋突然变得无比清醒。他睁开眼睛，擦干眼泪，突然想通了一个道理：我死了，债还是会落在孩子身上，我躲着，利息只会越滚越多。事情已经坏到谷底了，我还有什么好怕的？心定生智慧，智慧生勇气。淑芬走出庙门，第一件事不是回旅馆继续哭，而是鼓起勇气主动联系了那个高利贷的负责人。电话接通的时候，他的手其实还是冰的，但这一次他没有发抖求饶。他深吸了一口气说：大哥，我是淑芬，我现在身上真的没什么钱，可是我没有跑路，我仓库里还有一批衣服，我这双手也还能做事。电话那头没有说话，淑芬继续说：你再怎么逼我，我现在也变不出钱来，但只要你愿意给我一点时间，我明天就去传统市场摆摊，把仓库里的货一件一件卖掉，我会留下孩子吃饭，还有最基本的做生意成本，剩下的钱我每个月固定拿一部分出来还，债是我欠的，我不会逃。他停了一下又说：我今天主动打这通电话，就是决定不再躲了，你给我时间让我把日子撑起来，我才有办法把钱慢慢还给你。各位听完淑芬的这通话，对方也权衡一件很现实的事情，现在他还愿意主动面对，也提出了具体的还款办法。但如果继续把这个女人逼到完全做不下去，那最后真的连本金都拿不回来。于是双方谈了很久，最后对方同意让他暂时按月分期偿还，至少给他一点时间去处理手上的库存，重新做生意。淑芬挂掉电话的时候，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靠在墙边。解决了最致命的威胁，淑芬又回去找房东，诚恳地把账本摊开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请求房东宽限2个月，并答应把店面缩减一半空间还给房东出租。房东看他一个单亲妈妈这么有诚意，也点头答应了。接着淑芬把心一横，租了一台小发财车，把仓库里的衣服全载到传统市场去摆摊。第一天去，没有华丽的装潢，没有舒服的冷气，
淑芬就站在那堆卖不出去的衣服前面，她没有像其他摊贩那样大吼大叫，她心很定，她对着走过来婆婆妈妈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一个单亲妈妈怎么被高利贷逼上绝路，现在怎么努力想把衣服卖出去还债，她一件一件把衣服拿出来展示，布料多好，版型多挺，她讲得清清楚楚。各位乡亲，什么叫心定生智慧？这就是当你心正心定的时候，你的磁场就会吸引到对的人。那天早上，淑芬的摊位围满了人，很多婆婆妈妈听了她的故事，眼眶都红了，大家纷纷掏钱捧场。一个早上的营业额竟然抵得上她以前实体店半个月的收入。就这样，淑芬靠着每天稳稳的去传统市场摆摊，一件一件的卖衣服，用了1年半的时间把高利贷的本金全部还清，甚至还在市场里累积了一批始终的老主顾，生意比以前还要稳定。淑芬后来回到那间观音庙去还愿，她没有买什么昂贵的金牌，她只是静静地跪在那里，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感恩。她终于明白，菩萨救苦救难不是施展法术把坏人变不见，也不是从天上掉一笔钱下来，菩萨给她的最大加持就是让她在最恐惧的那个清晨学会了心定不乱。各位乡亲记住这句话，遇到烂事，遇到难关，第一步永远是闭上嘴巴，深呼吸，在心里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心定。你的心定住了，就像船抛下了锚，外面的狂风巨浪再大也翻不了你这条船。逢凶化吉的钥匙从来就不在别人手里，就在你那颗安定的心里。第三句话，众福慧承接广大灵感。各位乡亲，我们前面讲了求平安，讲了渡难关。当你家里平安了，眼前的难关也渡过去了，你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了。这时候有人就会想，老师啊，那我接下来总可以求菩萨让我发大财，过上好日子了吧？你看看人的贪念又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福报这种东西从来就不是求来的，福报是种出来的。你想在秋天收割稻子，你春天不去插秧，不去施肥，天天跪在田埂上求菩萨给你稻米，菩萨会理你吗？菩萨只会觉得你这个人无可救药。所以当你身心安顿好之后，你要在菩萨面前念的第三句，也是最能提升你人生格局的一句话，是这句：南无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愿我常存善念，广结善缘，增长福慧。大家注意听这4个字，广大灵感。什么叫灵感？不是说菩萨突然给你托梦报名牌，灵感是你心里发出的那个善念的频率，跟菩萨大慈大悲的频率接通了，产生了感应。当你发愿去广结善缘，你就是在扩大你的磁场。当你开始利益他人，你就是在给自己的福报开源。我来讲一个台北老陈的故事。老陈62岁，是个退休的公务员。按理说退休金每个月稳稳的领，日子应该过得很舒服，对吧？错了，老陈的日子过得比谁都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眼太小，磁场太差。老陈这个人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去菜市场买菜，为了2块钱跟菜贩吵得面红耳赤。邻居的车稍微停过去一点，他拿钥匙去刮人家的车门，甚至跟自己的亲生儿子也因为媳妇过年回娘家的事情大吵一架，搞了儿子2、3年都不愿意带孙子回来看他。他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。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，老陈把退休金拿去炒短线股票，每天盯着盘面，心情跟着红绿数字七上八下。结果呢，财不入急门啊。他越想赢，就越是追高杀低。几年下来，退休金赔掉了一大半。老陈气啊，每天愁眉苦脸，嘴角往下掉，面相都变成了一个标准的苦瓜相。他初一15也去艋舺龙山寺拜观音，跪在那里，嘴里念叨的都是：菩萨啊，让我买的这张股票赶快涨停板解套吧，保佑那些骗我钱的主力都下地狱吧。有一天，老陈在龙山寺拜完，正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生闷气，一位在庙里做志工的老师兄走过来，递给他一杯水，笑着说：陈先生，我看你每个月都来，但你的眉头怎么一次比一次紧啊？老陈叹了口气，把满肚子的苦水、儿子的不孝、股票的亏损噼里啪啦全倒了出来。老师兄听完摇了摇头说：陈先生，你这是在折自己的福报啊。
你满脑子都是计较，都是怨恨。你的磁场就像一个带刺的铁桶，好运想进来都被你扎破了。你下次拜菩萨别求股票了，你试着念这句话：愿我常存善念，广结善缘，增长福慧。老陈一开始听不进去，我都这么惨了，还要我去结什么善缘？谁来结我的善缘？老师兄说，你不信，你去试试看。庙里刚好缺人帮忙发放爱心便当给独居老人，你下午没事来帮忙发1个月看看。老陈半信半疑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穿上志工背心去了。第一天发便当，老陈态度很差，觉得这些老人又脏又臭。可是有一天，他走到万华一条破旧的巷子里，敲开一扇生锈的铁门，里面住着一位80多岁的独居阿嬷。阿嬷眼睛快看不见了，摸索着接过便当，突然紧紧抓住老陈的手，眼泪掉了下来。谢谢你啊，少年仔，我儿子走了10年了，要不是你们，我都不知道要跟谁说话。那一刻，老陈的心突然像被什么东西重重的撞了一下。他想起了自己好几年没见到的儿子，想起了自己每天在家里对着电视机发脾气的孤独。老陈的眼眶红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变了，他不再是那个为了2块钱跟人吵架脾气暴躁的老先生。他每次去送便当都会主动帮阿嬷换个灯泡，陪其他老人聊聊天。他去庙里拜拜，不再求股票涨停板，而是真心的跪在菩萨面前，闭上眼睛念：南无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愿我常存善念，广结善缘，增长福慧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当老陈把心里的怨恨清空，装进了慈悲和利他，他的面相变了，他的眉头松开了，嘴角有了笑容，整个人看起来慈眉善目，因为他停止了让自己焦虑的短线投机，重新规划退休生活。经济虽然没有突然翻身，但日子开始稳定下来，1年下来竟然还把之前亏的钱慢慢赚了回来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一年的父亲节，有人按门铃，老陈打开门，是他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站在门外。儿子看着穿着志工背心满脸笑容的老陈，愣了一下，眼眶也红了。爸，听邻居说你现在天天去帮忙发便当，我们回来陪你过节了。各位乡亲啊，什么是福慧双修？这就是福慧双修。你以为福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黄金吗？不是，福报是你用善念去广结善缘，最后结出来的果实。当你不再自私自利，当你愿意成为菩萨的千手千眼去帮助别人，菩萨的广大灵感自然就会护佑你。当你越来越愿意善待别人，你累积的是人缘、信任、家风，以及面对晚年的安心。各位乡亲，前面3句话的底层逻辑和心法我都给你们讲透了，但很多人还是会犯迷糊，心里犯嘀咕。口诀我是背下来了，但我挑什么时辰去念？要在庙里念还是在家里念？如果不拿香，菩萨听得到吗？这就是一般人最容易卡关的地方，太执着于形式，反而忘记了本心。今天讲的这段保命心法，我建议你们好好记下来，或者分享给你们亲友的群组，因为我现在要教你们的是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下怎么念这3句话最感应。情境1，到寺庙拜观音，不要把菩萨当户政事务所。去庙里拜拜，第一步是什么？是整理衣着，保持恭敬。你拿着香跪下来，第1句话先念什么？先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。这就像你过年去长辈家，总要先敲门喊一声阿伯你好，对吧？这叫打招呼。接下来是很多人的通病，很多人跪在那边，嘴巴噼里啪啦念：菩萨，我叫某某某，民国几年几月几日生，家住台北市信义区某某路几巷几号几楼，我今天来求什么什么。各位乡亲啊，你当菩萨是户政事务所的办事员吗？菩萨是有神通的，不用把自己的身份证资料一样全部报出来，你只要简单在心里说弟子某某某，然后直接念我们前面教的这3句祈愿口诀，念完之后再说出你具体的愿望就可以了，不用把个字交代的那么啰嗦，把心定下来才是重点。情境2与4，家里供奉与睡前不要迷信神秘时辰。很多家里有佛堂的乡亲会问，是不是一定要子时念经最灵？我听了都摇头。你半夜不睡觉爬起来念经，搞得白天精神恍惚，还吵到家人睡觉，这叫造业啊！
在家里供奉观音，或者你躺在床上睡前想念，重点根本不是时间越神秘越好，重点是2个字：心静。你可以在早晨起床洗漱完，家里最安静的时候，或者晚上睡觉前，躺在床上闭上眼睛，你只要在心里跟着自己的呼吸，慢慢的默念这3句话，念到你的呼吸平稳了，心里的焦虑不见了，你就可以安心睡觉了。睡得着就是菩萨给你最好的加持。情境3，遇到突发困难，心里默念就是最强防护罩。有人问，如果我人在医院急诊室，或者在开车遇到危险，甚至在公司被老板刁难，手边没有香也没有贡品，怎么办？记住我的话，遇到突发状况，你的心就是最好的香炉。人在最慌乱、最恐惧的时候，不需要准备任何东西，先处理眼前的安全问题，在不影响行动的情况下，可以在心中疯狂默念第2句话：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，愿我面对困境时心定不乱。这句话能让你的心安定下来。当你心里一直重复这句话，恐惧感就会被压下去，理智就会回来，这就是最好的逢凶化吉。情境5，替家人祈愿时，千万不要控制别人的人生。最后一个情境，也是全台湾婆婆妈妈最常犯的错。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台北有位林妈妈，女儿叫心怡，30岁了还没结婚。在我们台湾，30岁的女孩子优秀得很，但在林妈妈眼里，这简直是世界末日。林妈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她把女儿的生辰八字拿去到处算命，每个月初1、15雷打不动，跑去龙山寺拜观音。她跪在菩萨面前，香举得高高的，怎么求的？菩萨，求求您一定要让我女儿跟那个在台积电上班的王先生结婚。那个年轻人是竹科新贵，年薪300万，我女儿嫁给他下半辈子才不用愁啊！求菩萨一定要让他们成。林妈妈不光是求，她还采取行动。她偷偷拿女儿的照片去婚友社，每天晚上女儿下班累得半死，她就在旁边碎碎念：隔壁陈太太的女儿都生第2胎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定下来？有一次，林妈妈硬逼着心怡去信义区的高级餐厅跟王先生相亲，那顿饭吃的简直像坐牢。王先生从头到尾都在炫耀自己分了多少股票，买哪里的预售屋，还明里暗里嫌弃心怡做平面设计薪水太低，以后婚后最好辞职在家带小孩。心怡在一旁如坐针毡，林妈妈却陪着笑脸一直夸男方。回到家，母女俩爆发了2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争吵。心怡哭着大吼：你到底是在找女婿还是在卖女儿？你根本不在乎我快不快乐，你只在乎你在亲戚面前有没有面子。林妈妈也崩溃了，边哭边骂：我这都是为你好，贫贱夫妻百事哀，你以为爱情能当饭吃吗？我这么辛苦求神拜佛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结果呢，心怡彻底死心了。她连夜打包行李，搬去跟朋友挤在顶楼加盖的雅房。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，因为长期承受着母亲的巨大压力，情绪状态越来越差，最后甚至连工作都辞了，开始接受专业的心理协助。林妈妈走投无路，跑来找我哭诉。我一听，叹了一口气，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：林妈妈，你是真的爱女儿，可是爱如果变成了执念，最后2个人都会受伤。你用世俗的面子去绑架她的人生，你这不是在祈愿，你这是在用执念折磨彼此啊！我们替家人求，绝对不能带有执念太重的心态。不要说一定要考上台大，一定要娶哪个富家女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你不能越俎代庖。后来我教林妈妈去菩萨面前忏悔，把祈愿改成这样说：愿菩萨赐给我女儿智慧，让她遇见合适的姻缘，有智慧做出对自己人生负责的决定，也请菩萨赐给我放手的勇气。林妈妈照做了，她不再去打听女儿的下落，不再碎碎念，她把精力拿去社区大学学插花，把自己的心先定了下来。半年后，家里的气氛变了，磁场松了。心怡主动回家吃了一顿饭，母女俩抱在一起痛哭流涕。放下执念后，奇迹发生了。后来心怡去报名了烘焙课，认识了一个同样喜欢做甜点的男孩子。虽然不是什么科技业新贵，也没有年薪300万，但男孩子个性温和，对心怡百依百顺。现在2个人合开了一家手工面包店，
每天虽然辛苦，但心一笑的比谁都甜。过年还包了个大红包给林妈妈。各位乡亲，听懂了吗？放下才是真正的智慧和慈悲啊！这3种愿千万别求。各位乡亲，前面我教了你们怎么求，什么时候求。现在我要来给大家当头棒喝一下。拜拜最怕什么？最怕你求错了方向。这宇宙的磁场是很公平的，你发出什么频率就吸引什么结果。有3种愿望，我警告大家，绝对不要一直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执着的求，你越求磁场越乱，你越求业障越深。第一种绝对不能求的愿，伤害别人的愿。很多乡亲心眼很小，跟人家起了一点冲突，心里过不去。比如自己开个面店，对面也开了一家，生意被抢了，跑去观音庙里拿着香说，菩萨啊，保佑对面那家店生意做不下去，赶快倒闭吧。或者有些太太先生外遇离婚了，他去庙里求菩萨啊，保佑我那个前夫跟那个狐狸精出车祸，婚姻失败不得好死。各位啊，你想想看，观世音菩萨叫什么？叫大慈大悲。菩萨看众生就像母亲看孩子，全是平等的。你带着满肚子的恶毒、诅咒和怨恨去求菩萨，这就像是你拿着一桶汽油去救火，或者拿着一把刀去拜佛，完全是反效果。你发出这种损人不利己的恶念，菩萨不会理你，但谁会理你？那些低频率的冤亲债主、阴邪之气最喜欢你这种磁场，最后对面面店没倒，前夫也没出事，反而是你自己天天生闷气，气出一身病来。记住，恶念伤不到别人，最先反噬的永远是你自己。第2种绝对不能求的愿，控制别人的愿。这个毛病很多人最容易犯。什么叫控制别人？就是你打着为他好的旗号，去强求别人的人生照着你的剧本走，痴心妄想。比如有个妈妈跑来找我，说女儿交了个男朋友，家里没钱，她死活不同意，每天去庙里求菩萨，一定要让我女儿跟那个穷光蛋分手，让她回心转意听我的话。还有做太太的求菩萨，一定要让我老公把应酬全推掉，每天晚上7点准时回家陪我。各位乡亲，这不叫祈愿，这叫下指令，这叫执念太重。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有他自己的因果，有他自己要修的功课。你求菩萨去强行切断别人的因果，这是在逆天而行。你越强求，家里的气氛就越僵，最后女儿跟你断绝关系，老公宁愿睡在车上也不想回家。遇到这种事该怎么求？我教你要求智慧。你要改求，愿菩萨赐给我智慧，让我懂得包容，赐给孩子智慧，让他能看清人生的选择。不求控制，只求智慧，你的心结才能真正解开。在第3种绝对不能求的愿，就是违背现实不愿行动的愿。有些人自己天天睡到中午，履历也不投，跑去求菩萨，保佑我明天出门就被大老板看中，月薪10万。有些人明明欠了一屁股卡债，不去兼差赚钱还债，天天买大乐透，求菩萨保佑我中头奖，我中了一定给您打一面大金牌。我看了真的很无奈。老天爷的道理叫什么？叫天道酬勤。菩萨保佑的是哪种人？是那些在狂风暴雨中还死命抓着船桨拼命划的人。菩萨看你这么努力，顺手推你一把，这叫感应。你连自己都不帮自己，躺在烂泥巴里等天上掉馅饼，神仙难救无命客啊。讲了这么多不能求的，那到底什么才是最高境界的祈愿？我给你们讲一个70多岁林老太太的故事，你们听完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与菩萨同频共振。林老太太住在万华的老旧公寓里，30多年前她先生在工地从鹰架上摔下来走了，连赔偿金都没拿到多少。林老太太一个女人，没读过什么书，靠着在果菜市场帮人家洗碗捡资源回收，硬生生把3个孩子拉拔长大。常年的劳力工作让她的双手关节严重变形，风湿痛起来的时候晚上连觉都睡不着，两边的膝盖也严重退化，走路一拐一拐的。但老天爷是公平的，他的3个孩子非常争气，也很孝顺。大儿子现在在美国当医生，二女儿在信义区的外商公司当高阶主管，小儿子在桃园开了一间塑胶射出工厂。孩子们发达了，大儿子心疼母亲，
立刻安排他去换了最好的人工膝关节。林老太太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把腿治好了，但除了接受正规医疗，其他的奢华享受她全部拒绝了。孩子们抢着要接老母亲去住豪宅，要请24小时的外籍看护伺候她，可是她全推辞了。她说金窝银窝不如我的老狗窝。她依然一个人住在万华那个30平的老房子里，每天早上自己去菜市场买把青菜，煎块豆腐，日子过得比谁都简单。每个月的初一是她最重视的日子。现在的她走路稳当多了，但她依然不准儿子开名车，派司机来载她。她会换上一套干净的宿舍衣服，自己安步当车，慢慢地走到巷口那间观音庙。有一次，庙里的住持师傅看不下去了，师傅知道他家里现在有钱，孩子们都很出息，就走过去递给他一杯茶，问他：老太太，您年纪也大了，身体这样折腾，您每次拜得这么虔诚，有没有求菩萨保佑您长命百岁，让您的膝盖早日康复，或者求菩萨让您的孙子们也考上好大学？旁边那些来拜拜的香客也都在听，因为大家来庙里不外乎就是求健康、求财富、求子孙满堂。林老太太接过茶，笑得很祥和，她抬起头看着庄严的大悲观世音菩萨，轻轻摇了摇头，用台语对师父说：师父啊，我不求那个，我活到70多岁，以前连下一顿饭在哪里都不知道，现在有的吃有的穿，孩子们也没变坏，菩萨对我已经太厚待了。他合起那双手，平静地说：如果我现在还来跟菩萨贪求寿命，贪求更多的钱财，那我就是在贪天之功啊。人要知足，福报才能绵长。我现在来拜拜，什么都不求，我只跟菩萨说：谢谢您，我已经拥有很多了，希望我的孩子们在外面打拼都能平平安安，做生意不要欺骗别人，当医生要对病人慈悲。这番话一出来，旁边好几个原本在抱怨婆媳问题、抱怨股票亏钱的香客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各位乡亲，听到了吗？这就是晚年最极致的慈悲。很多人以为去庙里求得越多，得到的就越多，错了。林老太太懂得玄学里最深奥的道理，满招损，谦受益。她不去榨取宇宙的资源，她不贪求自己的寿命与虚无的财富，她心里装着的是纯粹的感恩。当一个人能把菩萨我还想要什么放下，变成菩萨谢谢您，我已经够好了，那他本身的磁场就已经和观世音菩萨融为一体了。这股不贪求只感恩的无形念力，反而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防护罩，稳稳地护佑着他在海内外3个孩子，让他们的事业与家庭顺风顺水。记住这句话，这种不贪求的心才是世界上最好的祈福。各位乡亲，前面我把怎么求怎么避坑都教给你们了，现在我们来聊一个最现实的问题。如果你真的照着我教的方法去求，心也定了，善念也发了，最后难关真的渡过去了，菩萨真的保佑你了，这时候你要面临的就是2个字：还愿。哎呀，讲到还愿，我看了真的是直摇头。全台湾有太多的人在还愿这个环节上，不仅没有积累福报，反而还给自己造了天大的业障。第一种错误的还愿，杀生济世，拿别人的命来还自己的愿。你看很多做工程的老板，做生意的大老板，度过危机赚了大钱，为了答谢神明，跑到庙里摆流水席，杀猪公，宰羊角，桌上摆满了鸡鸭鱼肉，还有的人去请那种穿得很少的电子花车来跳舞给菩萨看。各位乡亲啊，你用大脑想一想，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佛教大菩萨，菩萨连一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你现在为了感谢菩萨保佑你，你去杀了几十头猪几百只鸡来祭拜，这就像是有一个人救了你的命，你为了感谢他，跑去把他最心爱的宠物全杀了请他吃饭，你觉得菩萨会开心吗？菩萨看着满桌的血肉，只会为那些生灵流泪啊！你这不叫还愿，你这叫恩将仇报，这叫拿别人的命来造你自己的杀业。第二种错误的还愿，跟菩萨算账，执着于物质交易。还有一种人去求的时候说，菩萨，如果这次让我抽中这张股票，我一定给您打1-2中的金牌。后来真的抽中了，
赚了10万，结果金价上涨，他心痛了，跑去金饰店打了一个0.5两的，然后跪在菩萨面前说：菩萨歹事啦，最近金价太贵，我先还一半，下次再补。你当菩萨是当铺老板啊，还能让你分期付款，讨价还价，菩萨缺你那半两黄金吗？你菩萨身上贴再多金箔也是给世人看的，对菩萨的磁场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你执着于这种物质上的等价交换，这说明你的心量还是极度狭隘的贪念。那到底该怎么还愿？我告诉大家，真正能让宇宙磁场产生正向循环的还愿，只有一种方法：布施与行善。菩萨保佑你渡过难关，是希望你站稳脚跟后，能够去帮助其他还在苦海里的人。我讲一个新竹阿东的故事。阿东是做营造厂的，有段时间遇到承包商跑路，周转不灵，差点要跳楼。他老婆天天去观音庙里跪着念我们教的那3句话，后来真的遇到一个贵人帮忙把工程接下来，阿东顺利度过破产危机。阿东一高兴，拿着50万现金来找我，说：老师，我要去观音庙请最好的布袋戏班连演1个月，再打一面超大金牌海愿。我直接把钱退回去，骂他：你50万拿去给菩萨看戏，菩萨天天在天上听天乐，稀罕看你的布袋戏。你把这50万拿去新竹的偏乡小学，给那些吃不起营养午餐的孩子加菜，或者拿去捐给家福中心。你用观世音菩萨的名义捐出去，把这份功德回向给十方众生，这才是真正的还愿。阿东听懂了，他把原本要买金牌请戏班的钱，买了一台小型的富康巴士，捐给了当地的养老院，车身上就印着观世音菩萨护佑几个字。各位乡亲，你想想看，这台车每天开在路上，载着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家去看病，老人家心里感恩，这份感恩的磁场是不是全部汇聚到了观世音菩萨的身上，同时也汇聚到了阿东的身上？这就叫做千手千眼。你用你的双手去做了菩萨想做的事，这才是最顶级的还愿。所以以后菩萨帮了你，不要再去杀生，不要再去算计要买多少钱的水果，你去喂喂流浪动物，你去十字路口扶老人家过马路，甚至你对着身边脾气不好的家人多一点耐心与微笑，用你的善行去回报菩萨的善念，让这份慈悲的磁场在世间流转下去，这才是拜观音菩萨最圆满的结局。各位乡亲，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这段内容也接近尾声了。善念是需要被表达出来才能产生共振的。我邀请大家在下方留下你的善言，或者帮你的家人祈福。你可以打上我们今天教的口诀：愿我心如观音，常存善念，广结善缘。你在这里留下了每一句好话，每一个善念都会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无比强大的正向磁场。这个磁场不仅会庇佑你自己，也会庇佑所有有缘人。这就是最简单也最实在的利益众生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各位结缘到这里，祝大家身心安康，平安顺遂，我们下次见。